道迪迦各种表情的变化是怎么来的吗？他的设计之路堪称曲折。其实丸山浩老师一开始拿到的奥特曼设计企划还不叫迪迦，其名为原始人奥特曼啊，不过不是布莱泽啊。其实迪迦的前身是讲述一名原始人奥特曼的成长故事。而作为奥迷的兄弟们一提到原始，当然不可避免的会想到那位开启奥系列纪元的初代奥特曼。作为特摄迷的丸山浩老师自然也是这么认为，于是第一版的头部就采用了以初代奥特曼为基准的设计，不过加了一些刻线与眼部的棱角做出区分。然而作为点子王的丸山浩老师自然不可能拘泥于一种设计，因此便又画出了好几个版本的备选方案，并从这些方案中最终敲定了一个版本作为后续设计的根基。可以看到这个版本与迪迦最终的头部已经有了几分相似。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来了，原始奥特曼的成长要靠什么来体现呢？我们的丸山浩老师也想到了两个点子。第一，靠体色的变化凸显奥特曼的不同时期，那么幼年时期自然就是我们黑暗支配者丸山浩老师最爱的黑色，然后通过体色不断向着红色转变，体现最终由黑暗到光明，幼年到成年的转变。其理念自然是作为反英雄颜色的黑到热血正义的红，甚至丸山浩老师还想过头雕部分也设计不同的版本，分别是由凶狠到温柔的，不过因为考虑到预算问题只能先搁置喽。那么除了体色变化的第二个体现成长的点子是啥？那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初代的身体设定是什么？答案是 QQ No Necktie。 没错，返璞归真强调自身的强大也是成田亨大师对于这位巨人的设计理念之一，因此丸山浩老师就采取了从穿着铠甲防护的偏向于赛文系的幼年期啊，当然其实设定是穿着整副铠甲，只是画了一半而已，而后逐渐随着自身一步步的强化，最后 cast off 变成终极的肉体，最强的本我形态。如果脸上没有线条设计，那就是平成的初代在世了。 But 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的。毕竟新作品的角色形象这个事儿，除了设计师之外，最终落地需要多方的商榷。其中就有一位话语权比较大的大佬，没错，就是我们万恶的戴哥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相比于复杂的外甲，当然是变色的方案更加简洁明了一些。最重要的是换色就能出玩具，当然成本更低一些。虽然但是这个提议不得不说，也确实是直接造就了经典形象的雏形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回还没有所谓的强力啊、空中复合这些说法，而是依然采用了从幼年到成年阶段性时期的划分，而颜色变为了从蓝色逐渐增多红色，再到最终的形态。至于为什么丸山浩老师心心念念的黑色部分又没了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小发爸爸认为这黑色显然不太符合英雄气质嘛，于是丸山老师的黑色之梦又破灭了。而随着身体部分的设计理念逐渐明朗，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讨论一下迪迦最精髓的头部了。迪迦的脸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显年轻，更直接讲啊就是帅。为啥会有这种视觉效果？首先因为迪迦的这个精灵耳实在是天才设计，不同于初代类型的硬朗线条，迪迦的耳部采用了更为柔和的造型，以及外部的弧线更是与脸颊侧面完美融合在一起的。而内部的弧线同样改变了传统的棱角性强对比设计，反而是平滑过渡，使得脸部整体线条在人的视觉区域有明显缓冲的部位，说人话就是显脸小。其次，迪迦嘴巴的设计也是独一份的，那就是凹陷处轮廓采用了无限过渡的造型，这种设计简直是神来之笔。神在哪儿？神在化学反应。什么意思？那就得结合迪迦的第3点设计，那就是头部的凹陷处理。用丸山浩老师的话说，那就是利用凹陷处配合不同的光影，能让脸部更加的立体，配合嘴部的线条，能够让迪迦在不同的角度和光线中拥有不一样的表情。比如按出仰视时，嘴部突出圆滑部分的线条，加之轮廓与凹陷处的柔和处理，衬托出其面相的温柔一面。再比如侧面时，硬朗的线条占据视觉主导，那么其凌厉与神性自然就被凸显了出来。再比如低头时，以头部的凹陷处线条方向为主导，配合整体轮廓的各种往下收束的设计，就造成类似于皱眉思考与怜悯的感受。总之，这个头部的凹陷就像是迪迦的眉毛或者是面部褶皱一样，赋予了迪迦更有层次感和可塑性的面部啊。不过其实稿子中迪迦头部的凹陷是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深的，但是这次戴哥又发力了。当时的专务村上克斯建议啊，这个凹陷好像有点太凌厉了啊，可以稍微柔和一点。快说谢谢戴哥。最后一个脸部元素就是水晶了。其实本来的版本是没有额间水晶的，但是高野弘一导演建议可以加点东西试试。那好啊，试试就试试。于是丸山浩老师便在稿子里面画出2个版本的新头，除了我们熟悉的水晶头，还有一个钻石切割风格的灯饰。此外，为了不破坏迪迦头部，整体强调一体性和柔和的过渡线条，因此丸山浩特别备注了水晶的设计千万不能破坏面具的流线型。简而言之就是别凸出来太多，可以说是相当讲究。而随着精髓的头部也敲定下来，迪迦最后一个元素的设计也随之而来，那就是胸甲。
没错，依然是你戴哥的任务啊！毕竟除了换色以外，最能赚米的当然就是特别发光版，高低给你整点限定。于是带着这样的设想，王山浩老师也是一口气设计了一堆胸甲的形态。虽然我们知道最后由于时代技术等原因，胸甲并没有发光，但是设计阶段确实是一项重要元素。最后也是挑出了这么一款造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阶段其实迪迦3形态的模式也已经确定了，从之前的成长进化设定改为了形态转换啊，当然原因也是如出一辙，因为根据需要转换形态，总比进化形态来得更直接快捷。更重要的是，玩具换色也能更早的提上日程。不过即便如此，不得不说，从结果来讲，还是得谢谢戴哥，因为又是一个客观上造就经典的建议。但这个版本的胸甲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金色相比于迪迦身体的颜色还是过于抢眼了。简而言之，就是破坏了王山浩老师一直追求的平衡之美。那如何消减掉这份不平衡呢？简单，有过渡就行。具体来讲，就是再加一道呗，让其不那么喧宾夺主。于是，当，奥系列永恒丰碑迪迦奥特曼正式诞生了。只能说远古2次危机都整出了超人气救星，这次是迪迦，后面那次则是 Bluetooth Zero。哦，对了，这里还辟个谣啊，银河其实并不存在拯救远古和奥系列的说法。那会儿远古早就正常运营了，先后几年更是有各种剧场版和列传以及格斗等作品，只是单纯银河作为 TV 复活这条线的尝试，所以才给的投资有限，和远古破产没任何关系。当然也不是说银河不好，相反这部剧的诞生是很值得欢呼的，只是它并没有说拯救整个奥系列什么的。毕竟银河当初20多亿的营收，其实来讲并不占大头，而且远古破产已经是07到09年左右的事了，大家不用以讹传讹。说这些不是不喜欢银河啊，相反我觉得作为新生代 TV 老大哥，其本身也是有相当意义的。但谣言传多了的话，就容易埋雷啊，万一啥时候又被拿出来叨叨，显然对银河就不友好了。所以谣言得止于智者。总之，迪迦这个究极经典而又熟悉的形象，在设计师王山浩老师以及众多人员齐心协力，一步步的精心打磨下，终于是彻底敲定，也由此创造出了远古崭新的黄金时代。不过关于迪迦的设计，后续还远没有结束，点赞关注，后面带你继续看看迪迦系列更多有趣的设计。我们杂谈下期再见喽。